在越南胡志明市的几天时间内，我们带大家看了看曾经这个东方小巴黎的城区和华人区。那么今天我们来看看胡志明市的富人区和贫民区。胡志明市作为越南最富有、最发达的城市，这里的外商很多，他们大多生活在富美新区，主要以中日韩国家的人员为主。在这些区域内，店铺上大多是韩语、中文，越南语已经不太多。这里同样生活着越南的富豪们，一栋栋别墅干净整洁，家家门口都停着数辆价值不菲的豪车，每栋别墅都是不一样的设计，彰显着富豪们不同的品味。小陈跟我们说，这里的房子大概几千万人民币一栋。值得一提的就是这里的氛围，安逸闲适，街道上几乎看不到摩托车，和西贡别的城区嘈杂的环境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离开了富人区，我们又去看了看这里的贫民区，一些楼房已经破败不堪，但仍旧住着不少人。最后感谢小陈2天的陪伴，我们一起吃一顿中餐。小陈也跟我们聊一聊大家对越南感兴趣的一些事情，比如越南的房价、彩礼、收入等。下面就开始我们今天的旅行。我们现在已经来到了胡志明市的富人区，这里是位于胡志明市第7郡的富美兴地区啊，这里就是传说中汇聚了绝大多数越南富豪的地方。刚刚小陈给我们介绍说这个地方除了越南本地的有钱人之外，还有很多外国人在这里居住。这些外国人主要以韩国、中国和日本人为主。刚刚我们和小陈一起看了一下这个区域的房价，真的是很夸张，那种高层的20-30层这种公寓的单价达到了2万到3万1平米。然后别墅更是了不得啊！这边的别墅呢，我们刚看的240平是需要人民币2300多万，也就是说1平米达到了将近10万块，还有很多面积更大的别墅。那我们今天就一起走进富美兴区，来看一看越南胡志明市的富豪区长什么样子。我们刚刚在富美兴区的这个商场门口站了一会儿来来往往过了好多人。很多人都在说的是韩语，很多韩国人，因为这边可能韩资企业多一些，然后韩国人就住在这个周边的区域。像狒狒后面这一家的应该就是韩国人，说的韩语。刚才从我旁边过的，感觉过了10个人，有5、6个、6、7个都是韩国人。对，韩国人超多。这边就明显能看到它的马路宽敞干净了很多，跟老城区不太一样。是。咱这边基本都是外国人。刚刚我看的那个公寓的价格应该是这个，小陈说这个有大概10年以上的房龄了，应该还算比较划算的，新修的应该更贵一些。他们在说中文，那个男士说是中文，女说英文，女的说是英文。是吧？这里有一个教室，小教室中文的。哦。看来这里华人也挺多。是，但这个楼看起来没什么特别的就普通的公寓楼。怎么卖这么贵？这片是公寓，而且比较老一些。我们一会儿可以去看看新的公寓，还有别墅。据说那片环境更好。所以说这个叫什么 garden？ 它楼顶真的有 garden 啊？它叫 Sky Garden。Sky 空中花园。对。它有好几期，这是1，这是2，这是3。其实呢，这个富美兴区这一片以前是一大片沼泽地，最早的时候，后来呢这片又整个规划起来去做这种商铺、写字楼，还有住宅楼。对。后来是把那个沼泽就治理了一下，专门规划了一片新区，算是，慢慢的房价就起来了。我们刚刚走到这一片公寓区的楼下，就发现了好多的韩国餐厅。这边韩餐厅好多啊，小陈。是的，韩餐厅他们不要写越南文也可以，因为他们要服务韩国人就行了。对，越南人应该也不会去里面吃饭。我看只有韩语这些店铺。对。我们再去前面走走。真的是这个里面。越南语就比较少了。这个是中餐厅吗？写这么多语言。我看一下，这应该是中国的纯手工水饺、馒头、花卷、大包手擀面。对，这个便利店，这个是中国的。这是一家中国超市，中国便利店。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哇，这是中国超市啊！对，看一下。妈呀，好多好吃的哎！老板，你们是哪里人？哈尔滨。哈尔滨。哇，这里面全是好吃的，红油面皮。我天，这个好香！好康师傅。魔芋。然后下面是其他的一些速食品，馄饨什么的。然后看看这边，天哪，全是我们常用的调料。这是海底捞的那个火锅蘸料，香叶、桂皮、小茴香。我看到这些东西就想炖那个红烧肉。这里还有螺蛳粉，各种品牌的螺霸王、臭宝，还有李子柒。东西真的好全。我们刚刚从那个中国的小超市买了好多零食啊。小陈作为一个越南人，他挑的全都是辣的，这个是辣猪皮，然后辣条，这个还是辣条，还有一个辣鸡爪，还是泡椒的这种超辣，这些都给小陈吃啊。然后我们自己买了一些方便面、榨菜、酸豆角什么的，这些一共是51块钱。这个方便面呢，一包是2万吨，就是6块钱。因为这些东西呢，到了国外之后就是会贵，会贵一些。不过我们刚刚观察了一下，这边好像也就这一家卖的是中国的商品，其他的大部分都是韩国的。我们在这个步行街走了一圈啊，这里边的商品还是挺全的，然后有做美甲的，做那个服务的，其实就跟我们国内的大型的社区的下面底商是差不多的。但这边环境真的很好啊。绿化什么的都不错，好像这个小区中间这块还有一个小花园，还挺好的。对，一看就是高端社区，因为我看这边的美甲的价格都超贵。哦，这还有打网球的，有运动场啊。对，网球场。哦，那边还带了个泳池。对，游泳池，这边是网球场。对，一看就是高端社区。看我们前面这几个，这边全部都是韩国人，然后两边的街道上也全部都是韩国的商店。各种各样的。这里是富美兴区的一条马路，这个是多少车道啊？双向应该有个8车道，但它车道比较宽。这边路真的修得很宽啊，感觉比我们待的胡志明市市中心那块儿看起来宽敞敞亮了很多。我们现在已经走到了富美兴这里的别墅区了，这边都是一栋自己建的这种别墅。听说呢，再往前面走，那边还有规划好的，就长得基本差不多的那个别墅群也有啊。这边的别墅真的好豪华呀，比如说我身后的这个就是很法式建筑的一栋，它有3层。这个面积加起来应该在300平以上了，它每平感觉都很大，然后外面是有绿化，里面还有小花园。对，这个应该就是我们刚刚看的那种啊，单价起码在2000万人民币的这种房子。请2位来我家。原来你是隐藏的富豪。看边门口停的就是个卡宴。一看就非常有钱。哇，这个车很好啊！这个车在中国新车卖到100多，然后在越南的话，肯定要再翻个1.5到2倍，对，很贵，这车很贵。不客气。哦，谢谢。真的吗？你先进。家家都是别墅区啊，看这边。雷克萨斯前面又是个七系。这边的有钱是多。对。它旁边的店都感觉很轻奢奢华的样子。有各种牛排店呀，这个房子也很漂亮。日料店，对，也很漂亮。这边就感觉跟胡志明别的地方不一样，就气质，750，一看气质就很高档，气质都很高档，真的。对，一看就那高端大气上档次。这地方就特别的鸟语花香，岁月静好。哎，这个地方的房子，打工人一辈子都买不起的。对。这是什么车呀，涛哥？这个是 C63，它要是真的话很贵了。什么叫真的话？难道是假的吗？它有的用 C 级改装的。哦。哇，你看这边好车果然很多。这个又看这个老式的跑车，不知道是什么品牌的。对，老式的跑车。然后这个又是卡宴。你看这边有大 G， 所以这边豪车还是非常多的。天哪，感觉遍地都是100万以上的豪车。对。
富人区就是这样子。哎，这家房子好好看，和花园一样。对，每个窗户都有花出来。这个也很好看。我们怎么像刘姥姥逛大观园，感觉我们好没有见过世面的样子。对，哇，好漂亮啊！又是卡宴，卡宴是越南这边富人的标配，我发现了。我发现这边的别墅哈、它的装修非常的法式，很多这种这个雕塑，还有里面的一些柱子，有一些就很哥特式的建筑，还是整个挺西方化的这一片儿。越南还是挺喜欢这样西式的风格。西式的风格还是在越南挺流行的。你看着洋气。有一些很有钱的人，他们建的房子就像那个教堂一样。像教堂一样啊，好华丽。对，哇，你看这个房子也很古典，就这个。这个吗？对。这个房子很漂亮，我很喜欢这种。很古典，这边房子真的建的都很有格调哈。每一家。这个是学校吗？小陈。幼儿园。幼儿园。你看，这每一家房子风格都不一样，都有自己的那种调调在里面。嗯，我们往前走了点呢，又发现了几栋别墅。你看这个门口还有专门的清草的，还有给那些竹子还是什么植物做清理的、做护理的。这一家的风格一看就是很，怎么说，很森系，很田园，到处都是森林的感觉。嗯。胡志明这边别墅区果然不同凡响啊。对，刚刚小陈跟我们介绍了一下哈，他说呢，这边其实很多外国人啊，中国的、韩国的，还有日本人，很多还有印度人，很多是在这儿租房子住的。如果是买房子的话呢，那种政府统一规划的地的房子，可能是可以买的。可以买，但是不是像这种呢就不行，因为它地皮是外国人不能买地皮的。对，因为越南的这个土地是私有的，这块还是属于越南人所有。只能你在这个房子里面住，但是这块地不是你的，对，就是这个样子的。在越南别的地儿很少见的这个摄像头啊，在富人区这一块都已经挺多的。我居然看到摄像头了，菲菲。在哪里？头顶。哦，摄像头。对吧？越南的摄像头比较少。对，开车和骑车人比较友好。我们眼前右边这一块的啊，这就是统一规划的别墅区。就胡志明这边富人区，据小陈说，里面的房子都超贵，但是外面是个封闭的，上面还有比较高的那种围挡，我们就不进去了。然后这一块呢，是个公园，应该是给富人区做配套的一个公园。我说真的哈，我来到这个区域，我就觉得这跟我们前2天去的第4郡、第5郡，完全就不是一个世界。是的。你就不会相信这2个地方它竟然是在同一个城市中。你听这边的摩托车都是一辆一辆，对，然后那边摩托车都是100辆100辆。这边马路都很宽，路上的这个4轮的车是远远大于摩托车的。是。而我们去的老城区呢，主要是以摩托车为主啊。你看我们眼前这个路有几辆车？你看那老城区，如果这是一条路的话，上面已经有1000辆摩托车。这个区域就非常的开阔。刚刚小陈跟我说哈，这个富美兴区这个片儿，它什么都有，学校还就包括有韩国人自己的学校，还有华人的学校，然后是医院、超市，那个市场，办公区，对，商务区，然后还有各个餐饮的小店，所以这里边的人是不用出去和其他就我们昨天去的第4郡、第5郡的人有接触的，他们自己形成一个相对独立的一片富豪区，就这个地方，还有公园、有绿地、有运动场，什么都有。我觉得这个世界还挺割裂的，其实。上次菲菲姐姐和文涛来的，有看到我在这里。小陈加油！小陈说，下次菲菲姐和文涛再来的时候，就可以看到他在这里已经置业。对，这个豪宅、香车、美女，我们等着啊。前面的视频呢，我们带大家看过了胡志明市的富人区。今天呢，我们就带大家参观一下胡志明市的贫民区。其实呢，穷和富是一个相对的概念。那一个地方有富人，肯定就有过得稍微差一点的人。我们看过了胡志明市的富豪区，那肯定也有一些环境相对较差的居住地。那今天呢，我们就带大家看一些这些地方吧。我们眼前这些啊，这个小陈给我们讲，这就是这块居住条件稍微一般一些的人，是吧，小陈？这边是说现在已经不允许建这样的房子了，是吧？是
它为什么有这些呢？以前城市还没有规划，还没有规划好，就规划好，就人们自己建。这就是以前城市没有规划好的时候，大家自己建的房子。建房子，然后这里我也不知道他们有没有那个证书，这个我也不知道。对，也不知道有没有房产证书啊。房产证书这个不知道，但是现在城市想找的有点难。对，我们现在又跨过这个桥去探访那边的贫民区，在这个桥上啊，就感觉两边完全不一样。它那边的房屋就非常的建得很高，然后建的也整个规划很整齐，算是有城市的感觉。包括我后面都是高楼大厦林立的。但是这个桥这边，大家看一下，就是这种看着破败一些的房屋，还有各种船在上面航行。大家看我们眼前这些建筑啊，就是胡志明的另外一面。这个酒店就特别的新，但是旁边这些建筑啊，就是特别的老旧。像上面这些还搭着衣服，这就像以前的筒子楼一样哈。这边的房子看着年代蛮久的，对，很旧。然后这里现在好像是一个市场了，改成小市场了。对，看这些筒子楼啊，一看就是几十年前的这种楼房。然后每一家都是住一个房子，外面晾衣服，还要在楼道里面做饭什么的，或者有一个公用的一个厨房。上面还生活很多人，我看能不能进去里面拍一下。哇！进来之后呢，是这个车棚。我看能不能上去拍一下。然后1楼这边全部停的是摩托车，感觉就是一个停摩托车的房子，上面就是刚才拍的那些楼房。上去看一看吧。哇，这还有个大铁门儿。感觉还是挺有意思的。上来之后呢，这楼梯一看就非常有年代感，包括这些斑驳的走廊。哇，可以啊，这边的横梁都已经快垮塌掉了，连那钢筋都露出来了。在那边转一转，走2步就走不了了。貌似后面还可以去。天哪！整个这些窗户啊，还有中间这些顶棚还是挺乱的，各种垃圾都在这边。哇，狭窄逼仄的通道。往前走一走，就是我和狒狒刚才转那个市场，去看一看。这边养了很多的猫猫狗狗的。下面就是我跟狒狒刚才逛的市场，在这儿看角度还是不一样啊。刚才下面看就非常的烂，但走到这儿的话还行，除了这些建筑感觉已经比较年久失修了，但是看每家的房子吧，还都是建得挺好。窗户门应该都是重新装修过的，还不错。就外面外墙外立面看着比较烂一些。这边都是很多人在这边生活的。还有在这边做生意的，这个房子有点小啊。还有这通道是干嘛的？哇，房子也太窄了，里面就这么一个窄的房子。我已经上到第4层了，这最顶部的区域，真的是整个都是杂乱无章的，丢着各种被子、各种垃圾。哇，刚才过去一个大壁虎，哎，这各种管道、各种电线都是乱搭的。我已经迷路了，现在下去吧。我只知道我上了4层，但从哪边上的已经完全忘了。就从这儿下吧，看能不能找到路。往下面走，这应该就我刚上来那个铁丝门吧？对，就是这边。哇！好老旧，哎呀，太害怕了！哇，上面老刺激了，各种残垣断壁。
他俩以为我被抓走了，其实挺安全的。上面就是普通的居民区，然后我们刚才问了一下，就是那个小姐姐说有50年了是吧？它是50年了，这很大了。就这边哈是个3层的，背后是个4层的，整个全部是贯通的。你知道我和小陈为什么很害怕吗？因为小陈刚告诉我，在90年代的时候，上世纪90年代的时候，这片儿有很多的那个就是社会人吧，所以还是有点危险的，所以我们在门口一直很担心你。这个房子就是看着挺旧的。先生 ，Hello。这一餐应该是我们和小陈最后的晚餐了。小陈陪我们在胡志明市玩了2天啊，明天我们就要分开了。明天我和文涛会去湄公河三角洲，而小陈要忙自己的事情了。这2天小陈一直陪我们在胡志明市跑，也很累很辛苦，因为这2天太热了，可能你们习惯了，我觉得很热。我这边已经习惯了这个天气了。我觉得挺热的。本来今天晚上说是想请你吃很地道、很正宗的炒菜，对，就是川菜或者湘菜。但是因为胡志明市这里呢，广东人比较多，所以找来找去呢，还是找到了一家这种广东菜。不过呢，还好他们家有一些这种，比如说四川的麻辣牛肉啊，这些稍微带点辣味的，你可以先提前体验一下中国菜啊。给大家看一下我们晚上都点了什么哈，这个是麻辣牛肉，然后是宫爆鸡肉，一个虾米炒四季豆，还有1盘叉烧，点了2盘点心，还有大米饭做主食。我发现哈，我们在芽庄的时候吃的中餐价格还可以，但是胡志明市呢，因为可能整个物价都比较高啊，我发现这边的这家广东餐馆还是价格有点小贵的。我们点的这个虾饺啊，这个是6枚，这个卖11.8万，大概35块钱人民币，就比我们昨天吃的那个小店会贵很多。然后这一盘鸡肉是卖65块钱，65块钱。然后这个牛肉差不多也是60多，就是这家还是稍微贵一点。稍微贵，已经高等一点。高等一点。我家菜品看着挺精致的。你先尝一下那个牛肉，你看你能吃吗？可能会有点辣。为什么不辣？不辣，还可以。毕竟呢，这家是广东菜嘛，它虽然说加了一些所谓的四川麻辣牛肉，但不是那么辣，还可以。这个真的，这个我已经吃过了，在华人区啊，在华人区我已经吃过了很多次，真的很好吃。这2天小陈跟着我们都没有吃越南菜，天天都吃的是中餐。好吃。我们这会儿吃的也差不多了，小陈吃饱没有？我已经吃饱了。我发现越南男生的饭量挺小的，小陈其实还没有我吃的多。我想代表我们的评论区的网友们问你几个问题，也是大家比较关心的哈。因为最近我们评论区有很多留言都是询问各种关于越南的问题。那第一个问题就是我想问一下，就是看了我的视频，有很多的中国观众也想来越南旅游，但大家就是比较关心越南是不是欢迎中国游客，中国游客在越南是否受欢迎？在这个方面，我感觉还是越南人还是挺欢迎的，因为看数据就知道了，最近几年中越合作还是比较多，然后我们年轻人学中文还是也很多，真的很多，更多了解中国人家比如说跟我一样的年纪啊，想结束那些中国人交流，提高自己的中文水平。对，这样也有很多就是很欢迎中国人来。如果是那些酒店和餐馆的老板他们可能会更受欢迎中国游客，因为过来这边的中国游客消费的能力真的很高，真的。比如说那些芽庄还是香港，
那边的中国北方人来的多，对，因为那边的海很好看，很漂亮，中国人很喜欢越南的海边的。然后中国的北方人，他们就像你们饭量的多，就饭量很多，那些老板还能赚钱啊？那这样是不是很受欢迎了吗？这个受欢迎的原因，中国人饭量多，点菜多，然后这个单桌的消费就高，老板就比较欢迎我们。对，好吧。那第二个问题，我还想问一下小陈哈，在我们的评论区呢，大家其实也很关心越南的工资水平，因为网上说什么的都有，有人说越南人均工资1000来块钱，也有人说其实跟中国的城市差不多了。那你作为越南人，我觉得你说话比较有发言权。那你了解的，就比如说你们那个大学生刚刚毕业的时候，以及毕业几年后能拿到什么样的收入呢？刚刚毕业的大学生也分为几个种类，比如说我们学 IT，还是学那些技术，就工资会更高一点，能达到我觉得3000块钱人民币就。这个是说学 IT 的学生对，刚毕业，然后是在胡志明市吗？胡志明，如果他能力好，就达到6000。人民币6000在胡志明呢还可以，比如说生活水平就中等一点了。还有一些学生学那个经济，还是文学那些专业，他们可能会低一点了。可能是刚毕业的时候就2000到3000。2000到3000。对。那小陈，你了解这些，比如说餐厅的服务员，这些比较基本的工作，在一些很普通，我们中午吃饭的时候，可能3000块钱人民币，3000块钱，就是要干10个小时还是12个小时？每天干10到12个小时，拿到3000块钱。对。那这样看来，学文科类的大学生毕业拿的也不是很多。对，服务员好像差不多，但是有学历的人呢，以后这发展空间会很大一点。那如果不在河内和胡志明这种大城市，在其他的小一点的地方，就比如说像你老家中美北中部那个位置，这个工资一般会有多少？工资就2000，比如说做那些按照 WiFi 还是什么网络什么，运营商，就是运营商会给的工资高一点，然后那个电力也会给的高，但是其他的在农村的话很低，真的，比如说在我义安有一个工厂，有中国的工厂，可是那些人在那里打工的，可能只有2000块钱。那小陈，那你觉得就是网上的那个数据说越南的平均工资是2200多人民币，这个可信吗？还是全国平均下来？那可信的，如果是全国是可信，因为高的地方只有胡志明和河内，其他地方都比较低了。因为怎么说呢？他们小地方也消费也很低，就不像跟胡志明一样消费那么高。然后比如一个月你能赚到2000块钱，也够了，我感觉也够用了，在那些小地方也够用了。然后我还有一个问题哈，就是我们这2天在胡志明市也转了很多地方，包括你们的首都河内，因为我们看到这个房价还是挺高的，房价那种高层的公寓1平方米1万多2万的很多，那对于这个大学生刚毕业的这个工资水平来说，我觉得还是挺贵的。对，那你们越南就是
娶媳妇儿结婚的时候，女孩有没有说要求你必须在城市里买房子？我感觉全越南啊，可能没有那些嘛很明显要求你要有房子要有车才能结婚这个样子。你如果那个谈恋爱的时候，那个女看上我，我看上那个女，我在一起几年，然后决定结婚，就大多数都是已经能接受对方的条件，已经能接受对方的条件了，所以很少有这些要求房子还是车，就是一起努力。比如说那个彩礼啊，那个彩礼你们有彩礼吗？也不算是彩礼，比如在北方，北方有一些地方，有一些也不是全部，他们结婚的时候，那个女方到男方的家庭两边谈论这个男方要给多少多少。一般来说有一些地方只要6人民币我说人民币就是6000块钱到1万块钱这个样子。6000到1万。这是很明显说出来。就是我明确说了我要这一部分钱。对。但是大多数越南没有这个明显说这样要求的，不存在一个明显的彩礼这个类目，对这个名称，对。然后，但是比如说在我老家他们不要彩礼，但是我还结婚的时候我也要买哪些黄金还是什么礼物到他那边。就是送就礼物而已送礼物就是像那个金镯子、项链这些。对，就可能是必须的，这种必须的。然后看家庭的条件是什么样，那也是怎么说呢？也看自己的家庭条件，然后看对方家庭条件。如果对方家庭条件好那我也要买多一点，就是越南人还是对那个面子还是挺重要的，真的是。那小陈，我们今天晚上吃完饭分开之后，下一次再见，有可能就在中国喽。那你之前没有去过中国吗？没去过，没有。那这次你去中国是你第一次出国吗？是第一次出国。那你对马上要去中国的生活有没有什么期待的？有没有什么担心的？期待因为我是一个热爱地区的人，从来没见过雪，从来没见过，就对雪很好奇雪是什么鬼样，我也不知道。那太好了，你去的地方正好就是中国的东北，因为小陈马上要去大连，大连呢也属于东北地区。你看我们视频的雪乡，你是不是很向往？对我真的很想去那边看一点雪，有多冷没问题有多冷没问题。话不要说的这么早，小心打脸。那除了看雪呢，你对中国还有其他的期待吗？我还是挺喜欢去中国看那些古建筑的。古建筑。比如说我会去2年就会去什么沈阳故宫。那除了沈阳故宫，还有别的地方你很想去的吗？很想去的肯定多，但是现在说出来就一个。要写这个论文吧？太多了。要写这个论文了吧？太多了，真太多。但是你如果到中国，一定要安排一站来我们西安。西安除了有你的狒狒姐，还有文涛哥，我觉得应该还有我们西安很多的网友，也很欢迎你来我们西安旅游。好。现在肯定对，现在还有北京上海对，我的梦想还是很想把中国那些旅游景点搞完。那这个你放心，如果你来西安的话我和文涛哥可以带你玩我们就是你在中国的姐姐和哥哥，来中国我们罩着你那刚刚那个问题就是你马上要去中国了，你有没有比较担心的地方？担心
最担心的可能是我害怕一点是孤独的，害怕孤独。但是我觉得你中文这么好，你去了尤其东北的人又很热情，你很容易就会交到朋友啊。如果交到朋友就好。那现在我了解的是去大连的越南学生12还是13个人。那不错啊，你们可以一起。对，一起，但是只有我是一个男，只有你是一个男。只有你是男生。对，就我一个男生。这个没有关系的，你去了那边之后，可能我觉得你刚到的时候会有一点点孤独啊、想家啊，这个很正常。但是时间长了，你一定会交到很好的中国朋友的。那也对，对吧？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是小陈今天送给我和文涛的礼物，很可爱啊，一对熊猫带着越南的斗笠。我觉得这个礼物很有意思，很有意义。这个是中国的国宝熊猫，再加上这个越南很特色的斗笠，这就是正儿八经的中越友好啊，中越友谊万岁！对。我和文涛这次从中国来，也没有带我们中国的礼物过来，我们就只背了衣服什么的。不过没关系，你马上就要来中国了，然后我们就约下一次中国见，然后我们会带你吃很多的中国美食，去很多好玩的地方。你一定要，小陈现在还没有我重，他只有100几斤，我是110多斤，然后保证你回到越南的时候比我重。你也要先感谢慧慧姐姐和文涛大哥啦。没有，我们这2天麻烦你太多了。这2天呢，小陈把很多工作都推掉了，就带着我们，给我们做向导，带着我们在玩，真的很感谢你。那我们就约下一次在中国见。小陈走了，陪了我们2天时间，哇！好感动啊！你这么一说，我突然间想哭。刚刚小陈走的时候，我还没有啥感觉。我觉得我们明天还会再见，继续一起玩。但是我看他那个背影，我觉得好想哭，好想哭。